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光阴世界岁月如梭》。今天又来到了阳历3月的12生肖流月运势总论解析。在这个月啊，即使生肖运势上你个人的财运大好，但是都必须记住一个关键，那就是投资仓位啊，最好都要至少减掉一半，都以留存现金为主。只要现金部位够多，保险保得到位，征战这年对我们来说啊，影响都会很有限的。粮食储备啊，以全家1个月份的干粮作为常备的粮食，毕竟现在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你先买起来囤着，无论如何你都不会亏的啦。这点一定要注意啊！这段话老师基本上上半年每个月都会啰里吧嗦跟各位说一次，但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哦。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属鼠的朋友，属鼠的朋友在这个月啊，要面临到的是就是刑克之中的是非之月了。许多事情啊，容易面临到沟通上的很大的障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开始紧张起来，这点是要十分注意的哦。在事业方面，属鼠的朋友要注意，永远你不要去急着表达，因为这个月你说话，无论是好意或者是抬杠，都会容易造成他人的误会。也就是说，你是说者无意，但是听者有心。最好的办法是先征询别人的意见，然后使用阶段性确认的方式，尽量避免使用理所当然的态度来处理工作上的事，这样很容易出差错的哦。整体而言啊，事业运就属于小凶。在财运方面呢，这个月属鼠的朋友啊，就低调一点吧低调总是没坏事，因为我们心情的浮动啊，容易让自己过于冲动，所以这个月啊，毕竟是一个三杀之月，所以老师会建议你按兵不动，我们可以先观察数据，研究走势，会是比较好的办法。当然，我们看到市场如自己的预料，可是我没有投进去啊，这不是陈老师说不要投的，那你就感到一点焦虑。但是命运跟时运就是这么有趣，你没有进去你没事，但是你一进去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反指标，所以有时候啊，以静制动会比厮杀战场更加的有利。而在一般财务方面呢，因为心情啊可能比较不好那么一点点，所以容易乱买东西。而消费是我们一个实现自我主宰力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啊，其实只是恶魔给我们设计的一个虚影。买的当下你当然是很快乐，但是隔天就会失去这个快乐，因为你已经买到了嘛，然后又得再消费，再买一些快乐。所以我们不如多去公园等大自然的环境走走，可以减低很多这样的想法。整体而言，财运就属于凶。在感情方面呢，受到刑克之力的影响，有伴侣的朋友容易与伴侣开始进行吵架，容易给对方一种爱我的人伤我最深的感觉，讲话就像扔刀子，刺痛对方的心，这是何必呢？对不对？我们让对方痛苦是我们谈感情的目标吗？如果不是，就要管好你自己的嘴巴，要避免这个问题。可以用一起多出去公园运动或者是散步，可以代谢掉这些暴躁的气场。两个人呢，当然也可以更加的恩爱了。而单身的朋友来说啊，这个月容易感到一些寂寞，那就吃饱一点吧，对不对？至少让饮食欲啊，让我们感到满足。整体而言，感情啊也属于小凶。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健康要注意呼吸道以及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容易感冒之外，也容易情绪会因此比较激动。而这样对于比较年长的朋友来说啊，天气不稳定，加上你气血翻腾，这真的是有点危险的。这个月，所以说我们最好多吃点水果，以及饮用绿茶，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心情平衡。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小凶。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属牛的朋友，这个月属牛的朋友是属于比较平顺的一群，而在这个稳定的月份里面啊，我们属牛的朋友就怕心态过于稳定，变成了雷打不动了。在事业上，属牛的朋友啊，工作上，即使你想要发奋图强做好汉，但是受到流年地杀星的影响，很容易让拖延症来上升。也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该做，却很不想去动手，直到必须不得不去完成，或是离截止日期已经快要来不及了，我们才会心甘情愿的把它完成。在这种情形之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我们只能靠自制力，让症状更加的怎么样，不要太严重了，不要让自己成为重度拖延症的患者。除此之外啊，晚上不要熬夜，多吃蔬菜水果，可以稍微改善一点我们这种暴躁的脾气。但整体来说啊，需要的还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心智上一个锻炼的时间，懂得强制我们自律。
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小凶。而在财运方面啊，这个月属牛的朋友啊，整体财运是比较平淡的，能够管理好支出，不要超支，就是很好的理财方式。在投资部分，可以多注意自己的储蓄规划，是不是有准确的按照我们的年龄以及收入的调整，做出最适合的安排。这个世界上关于财富的部分，最能够相信的还是现金。如果你真的要长期投资，那至少你觉得我至少可以投资10年不改的，那么你就可以考虑投资黄金。黄金在短期都会有波动，但是以10年期来说，基本上你都是买到赚钱的地方，而且黄金变现非常容易，是一个很长期可以投资的好工具。但主要还是在金条跟金块上面，或者是黄金存折啦。如果像饰品啊，那就当然比较不适合，因为它有公费嘛。整体而言，财运属于中平。在感情方面，已婚或是有伴侣的朋友，这个月受到天哭以及子背星的影响，两人容易因为第三人的因素产生了一些误会或是一些争执，进而影响到了彼此的感情基础。但如果可以偶尔带一些小小的礼物回家给对方，制造一点小小的惊喜，多一点温言软语，进行有效的倾听跟沟通，会是一个不错的调剂。而单身的朋友，这个月人际关系要小心一点，不要太去聊八卦，因为你说的话就是以后你要背的锅。整体而言，感情属于小凶。在健康方面，精神不济，工作念书的时候容易想睡觉，那真的是一个问题。所以老师建议啊，这个月早上起来先吃一颗综合维他命，给自己多一点能量补充外，也可以多喝一点洛神花茶。而男生可以多吃一点补充 B 群，女生可以多补充一点铁质，并且不要熬夜，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可以让你每一天的精神饱满，来面对各项的挑战。在这个月，你熬1天1夜3天你都补不回来啊，这个是不划算的一个事情了。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中平。在这个月，属虎的朋友会容易感觉到自己好像会有很多的发展机会，或是可以改变很多既有的问题，让工作上可以利人又利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好像能做的并不如我想的那么多，而且即使我想做，似乎我也没有什么开始的契机，或是觉得什么事情它也是有商机的，但是呢，我自己不是缺人就是缺钱，想要却是难以得到的感觉。老师建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千里之行，必先始于足下。事情只要开始进行，无论好或坏，都一定会有结果，而结果要好还是坏，端看于你的功课准备多少，以及你落实的程度，而不是坐在原地去空想，当个白日梦的成功人士，那就很糟糕了。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中平。而在财运方面，这个月属虎的朋友实在是没有用钱的眼光，很容易在娱乐部分耗费过多的预算，也容易找理由来犒赏自己这个娱乐跟犒赏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有没有给自己适当的约束，就是自律使用这些预算，那就很重要了。如果只是用消费来麻痹自己，自己的理智基本上也很明白这是不对的，但是呢，我却催眠自己没什么关系就这样过去吧，那就自欺欺人，当然是不好的。而在投资方面这个月对属虎的朋友来说，不是一个很好出手的时间，容易为了出手而出手，或是凭借感情而出手，这样的胜率本来就很低之外，实际上获利的机会也会不高，所以能的话，这个月你乖乖的存钱会是比较好的做法。整体而言，财运属于小凶。在感情方面，这个月感情如同工作一样懒懒的，有伴侣的朋友总是能够找到很多对方的小毛病，就是嘴巴实在很碎，所以你好好闭嘴吧，你不要当一个感情上的酸民伴侣跟我们在一起是谈感情，不是来谈真实跟理性，也不是跟你讲道理的。而单身的朋友也是讲话很刺耳的一个月，尽量保持礼仪，否则容易把以后可能滋长的爱苗，现在就直接把它拉出来了，对不对？那你不糟糕了吗？讲些自己以为理智或睿智的话，人家不会把你当成智者，只会把你当成智障，好吗？整体来说，感情运属凶。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属虎的朋友忌喝酒，一喝酒就容易胡说八道，容易跟别人起冲突，这样被打不就也刚好而已吗？但是睡眠不好也是一个问题，建议我们睡觉前不要喝酒之外，也要多做一些伸展操，让你的身心也平衡一下。好的睡眠质量有助于消灭口不择言的自己哦。接下来到我们属兔的朋友，属兔的朋友在这个月中是属于本命月了又逢到了今年是本命之年，所以会加重了这个太岁给我们的一些压力所以对属兔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月份。而在这个太岁力量强大的月份之下，维稳是这个月必须保持的一个心态。在事业方面，属兔的朋友最好你是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计划跟记录，最好就是这一周的工作是在上一周的周末就要把它排定完成跟确定。
最迟也是周一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够掌握每一天能够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要把一定做的业务啊，你先把它规划出来，至少你做个备忘录，哪一天一定要把它完成，或是这个周一定要完成的事情。然后你完成一件就打一个勾，这样就可以确保你每一件事情尽可能的不被遗漏，也不会以为自己都做好了，但是后来其实根本就是还没做。做好备忘录啊，然后按部就班的完成，是这个月最必须要的工作态度。而如果是突发事件啊，或是临时收到的委托，那一定要当下把它记录下来，留存纸本或是任何可以证明他人委托你的记录。你不要怕麻烦，因为出事了，你是跳到黑龙江啊，你都洗不白的麻烦。维持好这样的工作模式啊，这个月也是可以稳健的成长，顺利的度过的。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小吉。在财运方面，这个月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财星，所以暂时不要想什么手中的现金就是牢牢的把它存起来啊。任何非立即要用的必需品都不要先买。在这个所谓的岁次乙巳年啊，现金才是对你最好的朋友，其他的闺蜜或是好兄弟不如手上的钱币来的实在。所以投资部分暂缓为宜，也不要借别人钱，非必要的大额支出啊，例如买房买车都不是时候，下半年也不是时候。整体而言，财运属于中平。在感情方面啊，这个月对有伴侣的朋友来说啊，容易感到怎么样？没有什么安全感，有时候对未来的人生呢也感到容易不安。这个时候啊，就很需要对方的给我们的陪伴。所以，如果你的伴侣是属兔的，多陪陪他，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单身的朋友心里的空虚会牵动了生理的欲望，怎么办呢？当然，双手万能嘛，这也是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整体而言，感情属于中平。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属兔的朋友容易因为气温的变化而感冒，还有身体的火气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请务必外出的时候你戴好口罩，或者室内人多的地方都戴口罩，多喝水，保持充足的睡眠。能的话，买一些综合维他命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元气啊，是我们熬过这个本命月最好的防御措施。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中平。接下来到我们属龙的朋友，属龙朋友在这个月中啊，是属于心态比较松懈的一个月。在事业方面，属龙的朋友受到流月力量的影响，做事会比较不上心一点。这个事情啊，就需要多一点给自己一些自我的自律啊，或是给自己做好一些工作计划表，就可以避免怎么样自己的业务被自己所遗忘，或是被自己的所拖延。有时候啊，今天的自己就想掐死昨天的自己。而对做业务的朋友啊，也是要好好的行动计划，尽可能的按计划去拜访客户，拜访完成也要立即记下来。我刚刚跟客人讲了什么东西，以及客户的反应，以及我后面还有答应客人什么，或是我有没有追踪的空间，来避免自己随心所欲，让业务产生了拖延。而在其他工作方面，大致上都觉得能够处理得宜，但是今年会比较容易想要异动去换工作。但是这个部分大多都是心情的问题，而且你现在再换工作，其实不一定会比现在来得好。所以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中平。在财运方面，这个月属龙的朋友花起钱来就容易受到流月与流年的力量影响，注意用钱的方式很重要。每一笔投资啊，都应该有它的回报。如果这个支出啊，只是说我们自己图个乐，自己你要知道分寸啊，不是不能啊，但是你要有分寸，而且不要去请一些无用的课。精打细算的项目那是很重要的。精打细算不是叫你小气，而是你花钱要花在对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哦。投资部分这个月需要多注意数据与大环境。这个月你要从这个投资市场赚钱啊，除了时运跟技术啊，还有你祖上要烧高香，因为整体环境啊并不容易，所以是说财运就属于中平。在感情方面，有伴侣的属龙朋友就会在一天到晚想拉伴侣出去玩，去哪里走走，去那边看一看，去哪都好，就是不想待在家里。虽然利益不错啊，但是你家庭收支也要注意，家计总是要去算一下啊，我这出行是不是合适？而单身的朋友心里的浪子，就让自己无时无刻想要唱一首浪人奇歌，或是雪落下的声音，来纪念过去的爱情，或是为自己的感情路来做一个诠释。放心，该来总是会来啊，只是不是这个月而已啦。整体而言，感情属于中平。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属龙的朋友肝火比较旺盛，胆气比较不足，所以容易会有口臭小便比较黄，或是你皮肤上有一些粗糙的问题，口腔或是舌头也容易有溃疡。这个部分呢，我们多喝一点花茶或者蜂蜜绿茶，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当然，不要熬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养生关键。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小凶。
接下来到我们属蛇的朋友，无论怎么说啊，属蛇的朋友今年也都是本命年了，而流月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容易给我们一些帮助，所以容易对大环境感到很不安，总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一直杞人忧天也不是一个办法。在事业方面，属蛇的朋友啊，对于本命的剑锋对上流月的摘杀，这个压力当然是比较高一点点了。一般在工作上啊，你先把本业做好做稳，这是比较实在的事情。这世界上每一个行业它都是可以发财的，但是楼得一层一层的盖，饭也得一口一口的吃。有时候我们先把自己目前的脚步把它踩稳，我们才能够往其他的领域更加的去迈进。如果你真的想为自己多做些什么，那么就加速先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先把它完成，把节省下来的时间或是下班以后的时间拿来研究新领域所需要的功课以及知识。我们不能期待我们拥有跟别人一样多的休闲时间，然后还可以争取到比别人更好的机会跟生活，那就太不现实了一点，你说是吗？所以积极的利用时间才是发展事业或是人生发展最好的方法。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中平。在财运方面，这个月心思比较浮躁，所以容易手痒，想说现在真的是一个投资致富的好时机呀，对不对？有时候会冲动的押上重手进场，这个你要说不赚钱，说就是账面上曾经赚过钱的概率是有的，但是没能够逃得出波段，所以后来就只能被上冲下洗给磨掉了。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不是你眼光不好，也不是这家企业投资它有问题，有时候就是大环境的问题，让盘面很难维持，跟信心面不容易把持，所以会比较建议先不要进场，这是比较保险的。而在一般财务方面你要注意量入为出啊，最好削减一些不必要的支出，把钱牢牢的存下来，对你今年的本命年来说当然是比较好的。整体而言，财运属于小凶。在感情方面，这个月属蛇有伴侣朋友受到浮沉星的影响，心情容易比较不稳定，对于另一半有时候会比较忽略，但是你要记得，家永远是最温暖与支持我们的地方，关照家里的伴侣，事业才会好。有句话我们说的很好，叫做什么呢？叫做 Happy Wife。Happy life, happy husband, happy forever， 你说是吗？而对于单身的朋友桃花稍微暗淡了一点，但如果愿意稍微主动一点点，还是有机会让单恋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整体而言，感情属于中平。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属蛇的朋友受到天狗星以及伏尸星的影响，哪里看起来都没事，但是就觉得哪里的都好像有点不大舒服。这个需要多去公园或是有草地的地方去散步，让自己身上的太岁之力可以被分散跟代谢掉，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你没有出去散步，而且还是熬夜跟宅在家里不外出去散步，久了你还真的容易熬出病来，而且是不容易痊愈的疾病。所以这个月关键是守住健康，有健康才能战胜这个本命年哦。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小凶。接下来到我们属马的朋友，属马的朋友在这个月男性朋友受到本命宫的太阳星的祝福，时运相对来说是比女性的朋友来说是比较高一点点的，但凡事也是需要多一点小心，避免刺激了我们本命宫的灾杀星以及年杀星之间产生了共鸣，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事业方面，这个月属马的朋友大致上都可以妥善的把自己的业务范围工作做好，属于游刃有余的状态。而如果你是跑业务的，就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早一周把下一周的拜访进度先把它计划好，才能把攻略客户所需要的素材以及业务数据把它准备好，免得会让自己陷入客户愿意跟我们进一步的洽谈，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是嘴巴不知道在讲什么，言不及义，那真的就很可惜了。那其他工作方面无论是做技术类的，或是你在一般行政内勤的，这个月进展都可以比较顺利。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小吉。而在财运方面，这个月受到了流月禄勋星不稳定的影响，建议属马的朋友不要想什么理财的问题，我们把钱把它存着，非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我们不要花钱添购，因为我们要把心思放在事业发展，好好赚钱，增加我们的现金流入，那这才是比较好的做法。虽然我们今年的财运真的是比过去好很多，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双脚再有力，你也无法撼动大地。这个月我们还是怎么样，
顾好自己，守住我们的存款，这是一个最好的建议了。而其他的消费娱乐都是短暂的刺激，所以没有什么一定要去、一定要玩、一定要吃到或是一定要买的东西。如果你买它这个东西啊，你觉得有点买不起，需要挪用到其他预算，那么代表这个东西不是你该有的，花这笔钱会排斥到其他的开支，而且心还会痛的，那它就不是我们所必须的。那么这笔消费就是可歌也可泣的了。整体而言，财运属于中平。在感情方面，这个月属马的朋友对伴侣也是不温不火。其实不是没有心去经营感情，只是脑中想的事情啊太多又太复杂。所以啊，如果你的伴侣是属马的，想要对方配合些什么，你就直接跟他讲吧。讲出来，属马的朋友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抵抗，他就尽力的去做到了。而对单身的朋友来说啊，这个月自由才是自己所想要的。所以说，桃花就是一个风景，不是你的需求。但相对比起来，男性的魅力啊，真的是因为受到太阳星的影响，会高过于女性，这也是比较实在的事情了。整体而言，感情属于中平。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属马的朋友建议多散步或者是慢跑啊，球类运动当然也很好了，要让身体的体能维持在一定的程度，然后有些运动有出汗，这对我们各项的时运的维持啊，以及脑袋运转的速度都会有很正面的帮助。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忘记喝足够的水，水分在这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大帮手哦。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中平。接下来到我们属羊的朋友，属羊的朋友这个月啊是比较时运虚弱的一个月，包含了流月入勋星啊，没办法给我们太多的帮助之外，自己本命也是属于空亡的，所以说这个月属羊的朋友啊是属于时运低落的一个月。在事业方面，属羊的朋友在心里中有很多的想法，现实上也有很多可以落实的模式，但是在落实的时候啊，面对到许多接踵而来的意外跟挑战。例如我们简报做好了，客户也联系好了，人员数据也都做好了，但是赶到了现场就发现档案或是文件居然放在桌上，没有把它顺手拿出来，或是之前做好的没有存档，那出现了业务上的瑕疵或者开天窗了。这就是受到这个月的灾杀星的力量被激化，所以容易做的事情百密一疏，而且是出现了关键性的疏忽或者是瑕疵。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出发前把事情再多检查1-2遍，不要嫌麻烦，这样可以大幅的改善这个问题。另外呢，把事情提前做好，让自己拥有时间上的余裕，是属羊的朋友在这个月的制胜关键。整体而言，事业运就属于小凶。那财运方面这个月有很好的投资眼光，但是流月属性比较特殊，那流年也不好嘛，所以是说呢，建议开仓的时候要注意好风险分散，那你杠杆最好降低一点，这样可以获得比较好的风险管控，这个是比较实在的。因为这个月要赚钱除非你真的很厉害或者祖上烧高香，不然真的是稍微比较难一点的。我们最好还是说把现金牢牢的守住，这对我们整体的财运来说才是最安全的。而在一般财务方面尽量不要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容易失心疯，买一大堆不要用的东西。所以整体而言，财运属于小凶。在感情方面，这个月属羊的朋友桃花没有太多的颜色，所以单身的朋友没有太多的新的感情机会。但毕竟受到我们流月星君祝福，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是有啦。所以人际关系可以比较好一点。而对于已婚有伴侣的朋友来说这个月需要的就是陪伴了。所以如果你的伴侣是属羊的，出门回家都给对方一个拥抱，那回家都要让别人回家的时候都让2个人可以坐下来听听看对方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分享一下的。当然我们听完了或说完也不需要得到什么良好的建议，我们只是倾听跟陪伴，这就是很浪漫的事情了。整体而言感情属于中平。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属羊的朋友受到地上星与灾杀星的影响，容易感冒以及发烧，或是容易搞到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的头晕目眩。感冒的问题，现在有流感的疫苗，记得自费你也得去打，打了疫苗可以大幅降低健康上的风险。感冒虽然不是传统的重大疾病，但是呢，拖了很久也会很难受，也因为头晕或是精神不好，连带会容易引发了意外血光的问题。所以说打疫苗多喝水，喝很多水，别熬夜，不然容易因为一个小病症就可能拖半个月，你都很难痊愈，这实在是不划算的事情。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小凶。接下来到我们属猴的朋友，属猴的朋友这个月的本命星宫能量强过于流月的力量，
本命的能量让自己对未来会充满了一些期许跟强韧的意志力，但也容易忽略了你自己有心，但是你也得让客人、公司还有环境都合适的时候，不然你就只是自己很嗨的独角戏而已。而在事业上啊，你所有的朋友你要考虑到，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你的底子够吗？虽然现在知道有很多的好机会可以把握跟发展，但是也容易停在脑袋之中，好像等待什么事情触发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进行这件事情。万丈高楼啊，我们都必须从地开始挖起。很多事情你不开始，就是时机到了，眼光准确的，也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你有多少实力，就先去做多少事情。不要说拿了锄头就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先要去了解我能够做什么，我去试着做，一步一步做出去，来慢慢的验证我自己的想法。只要是符合你自己的实力范围之内的啊，都比较容易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实行的。不然呢，到最后想半天都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只是没有怀才不遇，没有机会，只是一个家里蹲名士啊。因为你没有去落实的时候，这件事情从来都只是白日梦，而不是真的。所以整体而言呢，事业运属于中平。而在财运上，这个月真的是铜钱里翻跟斗，想要做的太多，但是手上有了筹码不够多。这个时候啊，我们拿出纸笔来，把自己的存款跟资产啊，我们赶快把它分列出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实际资产状况。我有多少存款，我有多少的不动产，或者有多少债务，我们要把它算出来。我们实际的金流到底是什么？过去账目不清楚啊，那未来你要成功机会就不高了。所以说啊，财富它其实是算出来的。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们的本益比在哪里，不要到时候我好像赚了100万，实际上我只赚了1000块，扣掉成本之后，那么这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有账本，那你才能够知道我未来发展的基础是在哪里。而在一般的财务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月的整体的环境不是很好，所以是说除了你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啊，另外的买房买车啊，尽量还是先不要去动手，我们先把现金牢牢守住是比较好的。整体而言，财运属于小凶。在感情方面，属猴的朋友今年本命宫里面有岁合星，所以基本上对于我们一般的人际关系啊都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你要说到单身的朋友会不会有比较好的桃花，那就真的不一定了。实际上会比较多在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模式存在，所以你不要太着急。有时候慢比快还来得有用，我们彼此都给自己多一些观察也是好事。而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来说啊，整体的经营可以是比较稳定的，该做什么你也会去做，但是要注意，生活不是只有按部就班、按表操课，有时候我们多一点小惊喜，多一点的甜言蜜语，多一点陪伴跟倾听，这才是我们人生中幸福的样子。而整体而言，感情属于小吉。而在健康方面啊，这个月属猴的朋友健康是比较稳定的，你只要注意大量的饮水，并且呢少烟戒酒。否则你就容易让流月的摘杀星与天口星啊找到可乘之机，会让自己无端遭受意外血光的问题的。所以整体而言呢，属猴的朋友健康运属于小吉。接下来到我们属鸡的朋友，属鸡的朋友属于月破之月，可以说在今年呢真的是比较不容易的月份。而在工作上，属鸡的朋友本命里面的将星是比较强大的，但是流月的禄勋星啊，容易扮演着人畜无害的状况，来让我们属鸡的朋友去掉以轻心，而最后也因为这个问题而吃了一些大亏。所以这个月属鸡的朋友遇到任何主动示好与合作，建议都留一些心眼。不要别人说什么承诺什么你就相信什么，我们多一点验证，多保留一点底牌，避免被别人看透或是出卖或是上当，这都是很重要的。总之，我们先把本分顾好，其他事情下个月再说，尤其不要借人钱。毕竟这个月破之夜啊，做什么过于积极的事情啊，都不容易，不是当下出毛病，就是留下后遗症。所以维稳、低调、保守是这个月属鸡的朋友必须要掌握的要件。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小凶。在财运部分，这个月属鸡的朋友受到月破的压力，所以财运部分就不是很理想。除了日常所需之外，尽量不要花额外的金钱，尤其是投资，也千万不要借人钱，除非你借出去，你是帮他，你不急着他还回来，那就可以。而这个月会看起来有很多不错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投资去下手，但是时运上的力量很微妙，很容易发生了这里赚到钱，但是另外发生一件事情，让赚到了钱好一点就打水漂，差一点的你可能加倍赔出去，可能都还不够。所以这个月不是说不能够去投资获利，而是得到了也容易失去。当然，这对于买保险这个行为是除外的。而在一般财务方面呢，避免购买非生活所需的用品容易买到一些瑕疵品，说请不要爱买就容易买到瑕疵品。整体而言，财运属于小凶。而在感情方面，这个月属鸡的朋友耐心不够是你的硬伤，超级容易去发脾气的。
容易变成像斗鸡一样。而且属鸡的朋友这个月心灵上比较脆弱，女性朋友很容易绷不住你的泪腺。如果你的伴侣是属鸡的，那很简单，不用担心太多，你把他喂得吃饱饱的，吃饱的人脾气就好，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能的话多让一让，别一天到晚跟他讲道理。属鸡的朋友这个月什么都想听，就是不想听你讲道理。男性朋友只是被性别限制住你的泪水跟脆弱的表现，其实他也是很需要被呵护的对象的。所以说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男朋友是属鸡的，这个月也是给他多一点陪伴跟拥抱，这是很重要的。而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这个月不要出手告白，一出手就容易被领到好人卡，然后又因为容易心灵受挫而低潮。所以是说呢，还是维持现状就好了。整体而言，感情属凶。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属鸡的朋友要注意你的呼吸道疾病比如说你咳嗽或者是你有气喘病史的，要特别去注意。当然，这个月也容易有一些头痛的状况会产生，所以说随身准备好一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晚上不要熬夜，越早睡，你的时运就越好，越不会受到月破的影响。晚上9点以后除非你工作需要，不然请尽量不要外出。整体而言在健康运是属于小凶的。接下来到我们属狗的朋友，这个月属狗的朋友整体的气势以及能量是比较稳定的。稳定的意思就是保守为吉，避免过于不及的事情发生。在工作方面，这个月属狗的朋友受到远方的太阳星与流月的入虚星产生了作用，对其他人比较不合适的力量，对属狗的朋友来说反而是怎么样偏向比较正面的。但是这个正面呢是比较偏向稳定的力量，而不是叫你照进，是要稳定的力量。维稳，而且要逐步踏实，一步一脚印的去经营你的事业，那是最好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月要争取业绩的进展，你要多一点的倾听跟挖掘他的需求，透过对谈是很重要的，这是对长期发展都很有帮助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本命宫里面有红鸾星的力量，所以我们在拜访客户或是接待客户的时候，都要奉上你最灿烂的 smile 和微笑，会让你的贵人运不断的往上升。内勤的朋友要在自己的工作内容里面做好，做完之后，我们还有余力，我们就尽可能去帮一下身边的同事，伸出点援手，无论是协办或是当职务代理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卖别人一点人情，也就是我们建立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对于未来对方还是要给我们还人情，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投资。整体而言，事业运属于中级。在财运方面这个月的投资部分各位要去注意。虽然你可能懂了很多投资的要领，有很多投资的工具，也做了很多的报表，但是现在因为整个世界局势变得比较不一样，我们单看这些数据，有时候我们比不过整个社会政经局势的改变所以说呢，这个月投资什么风险都太大，最好的方法呢，我们这个月就空仓度过。看别人赚钱也好，看别人赔钱也好，我们自己有现金那是最好的。而在一般财务方面这个月容易花比较多钱在打扮跟社交上面，预算你一定要先设好，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不然你这个月是胖子，下个月你可能就饿死了因为预算全都被花完了嘛。所以整体而言财运属于中平。而在感情方面，这个月属狗的朋友本命宫自带了红鸾星，所以自然会比较招人喜欢。单身的朋友可以尝试邀约自己心仪的对象无论是踏青旅游吃喝玩乐，都是有机会获得不错的感情进展。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来说多陪伴伴侣，多出去走走散散步，你只要不做一些危险的活动，比如说一起去蹦极冲浪或者攀岩之类的都很 OK， 就静态一点的活动或者散步都 OK。 整体而言，感情属于小吉。而在健康方面，这个月健康大致良好，但对于外出的时候要专心走路或是骑车开车，不然容易会有一些意外血光碰撞的问题。毕竟无论如何，流月摘杀的力量也容易与我们本命宫里面的阴杀星产生了互动，这点多加小心，多点平安，这个是比较好的。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中平。最后到我们属猪的朋友，这个月属猪的朋友运势是比较低落的一个月但多少我们还是受到流月星君的一些力量的祝福，但是岁破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在事业上，过去放假放太愉快了，所以说会有一些怠惰之心，或是做事就感觉有点不耐烦。毕竟我们在这个岁破的时候心情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这就必须要透过比较好的工作计划来让处理我们日常中每一个业务进度。
在这个月中啊，你可以先预先计划自己每一周除了工作之外，也有给自己放假的计划、游玩的计划。比如说每一周啊，我可能周末去哪里玩啊，或者晚上我要去哪里逛逛，或是呢自己做一些美食的攻略，让自己知道说，我这个月努力玩，我可以犒赏自己一下，走一下这个攻略，让自己每天工作的时候啊都有其他的盼头跟念想，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这样子啊，工作不耐烦的时候啊，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有些事情让我们期盼，那我们就可以耐着性子把它做完了。整体而言呢，我们事业运就变成中平。而在财运方面，这个月财运整体的运势是不大理想，自己不好，但是外面也不好。但是呢，反过来看，却可以买一些小彩票来玩玩看。有时候运势很低落的时候，透过小破财可以改善稍微一下我们的不好的运势之外，也有可能啊会发生一些物极必反的状况。刚刚好就最不好的时候就中了一个大奖，这个机会就有。但是啊，不要买多这种事情要操作的时候啊，一次只买一张，会中一张就会中，要破财你也只破一张，这比较没问题的。而在其他财务方面啊，过去的习惯让自己还能够懂得量入为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在投资方面啊，因为这个月心情比较容易过度的急躁，所以建议空仓，你不要着急的进场。今年无论如何都容易做错决定，导致风险大幅增加。所以能的话，我们先观望，我们不要进场。而在一般财务方面，这个容易买一些用不到的东西，让消费抚平自己内心的不安，这个当然是很不好的了。要尽可能避免用消费买快乐。整体而言呢，财运属于小凶。在感情方面，懒散是这个月的特色。如果你的伴侣是属猪的，那真的要把它当猪来养了，别期待他回家会太勤劳，心情呢他本身不大理想，所以属猪的朋友就想窝在那里当一块真的叉烧，对不对？实体叉烧，那我们就多包涵一点吧，不要太过去为难或者计较什么，或是谁没做什么，好像这样回来都是你在玩，然后我在忙得要死，不公平，是不是？有时候就是会这样他短时间的不公平，在长时间来讲，让他度过这个月，那以后他也是把你补回来的。其实啊，爱情就像潮水一样，会有涨也会有退。这个月属猪的朋友退了多一点，那么我们就多进一点，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平衡了。而单身的朋友啊，其实有不错的机会，但是你会想暗示别人，等他们开口来跟自己做进一步的邀约，或是呢，觉得是说我要矜持住啊，我是要有怎么样高冷，这样我们才会拥有主导权。那如果自己太主动了，就好像自己没有了行情，这个你真的想太多了，好吗？感情是要互相的啊，不是说我们要什么欲擒故纵，这些都是瞎话，好吗？整体而言啊，我们的感情就变成小凶。而在健康方面，这个月想吃又想睡，如果可以，属猪的朋友都想边吃边睡啊，这是最好是一直赖在床上，然后呢3个愿望都一直满足了。综合下去啊，腰酸背痛当然就难以避免，精神跟时运啊也会越来越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早晚我们可以多吃一个苹果，或者是综合维他命，让体力我们可以还有我们的精神可以更加的补足。另外要注意吃东西的卫生啊，这个是这个月容易因为吃到不干净的东西，容易拉肚子或是中毒啊，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的事情了。所以整体而言呢，健康运也是属于小凶。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阳历3月的12生肖运势解析。最后，老师在这里还是说一下，时间到了阳历3月啊，今年是一个征战与危机之年，任何局势都可能瞬息万变，改变了过去所有世界上的格局。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一年，我们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在沈阳，我们下次见。Nice.